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6年之後，仍被質疑。內幕人士揭示汪海林對肖戰背後原因，稱肖戰預售質疑愈無辜，抹黑已無效。娛樂圈的恩怨見得多了，但像這樣單方面輸出長達6年，最終卻把討伐對象罵成國際頂流的劇本，着實罕見。2026年8月，有知情人士向外界撕開了編劇汪海林死磕肖戰背後的邏輯網。這6年裡，從明面開火到暗戳戳嘲諷，攻勢從未間斷。但現實極其魔幻，被狙擊的這盤棋裡，肖戰身上的泥點子反而被洗得一乾二淨。手握重量級獎盃，頻頻在海外刷臉。事實證明，脫離了作品支撐的口水仗，終究無法左右市場的真實走向。這種走向在2026年的春天達到了某種頂峰。僅僅用了40天時間，這位90後演員就完成了視帝與影帝的拼圖。3月份的 SMG 電視劇品質盛典上，他靠着《藏海傳》摘得年度卓越品質之星。這部劇不僅刷新了央視8套近5年古裝劇的收視峰值，全網播放量更是飆破28.75億，發行版圖擴張到190多個國家和地區。緊接着5月的第33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，他在德賢景致裡塑造的底層鉗工莫德賢一角，又幫他拿下了最受大學生歡迎年度男演員。對這種狂飆突進的成績，美國《世界日報》直接冠以首位90後影視帝滿貫的頭銜。馬來西亞《光明日報》的用詞更為直白，德賢景致肖戰稱王，贏爽了成首位影視雙帝。獎項上的春風得意，迅速轉化為了驚人的商業號召力。4月份，華為正式宣布其成為鴻蒙智航想界首位品牌代言人。於承東下場預熱的效果立竿見影，官宣僅1小時，相關話題閱讀量輕鬆越過10億大關。更恐怖的是轉化率，想界 Z7 的整體訂單從6萬台衝破7萬，其中超過1萬台的純增量直接由粉絲扛起。面對這種真金白銀的狂歡，汪海林在社交平台拋出4個字：買了幾輛。粉絲的應對策略變了，不再只顧着敲鍵盤，而是直接把購車合同和提車截屏甩滿評論區。母女組團下單的，單人豪至多台的車鑰匙構成的視覺衝擊力，遠比任何反黑文案都來得辛辣。汪海林隨後只能發聲：你們能不能別來蹭我呢？這場橫跨6年的拉鋸，最初的火星源於一句輕飄飄的點評。2019年那個夏天，《陳情令》把肖戰推向了流量巔峰。手握鐵齒銅牙及小藍3和楚漢傳奇等履歷的汪海林，公開質問《陳情令》演的什麼，甚至用上了美學上的犯罪這種重詞，粉絲自然無法忍受，私信爆破和舉報接踵而至。隨後到了2020年2月末，著名的227事件爆發，從頂級偶像跌落至全網抵制的對象，影視評分暴跌，代言紛紛跑路。在那份3月1日晚呼籲理智的致歉聲明發布後，汪海林順勢給自己貼上了吹哨人的標籤。他一邊批評粉絲沒有痛定思痛，還在罵人，一邊犀利嘲諷：你又不是暖氣片兒，你又不是麻辣火鍋兒，就算你有熱度，也不是什麼熱度大家都願意蹭的。火葬場有熱度，有人願意蹭嗎？面對這種曠日持久的火力覆蓋，當事人選擇了最笨但也可能最有效的回擊方式：閉嘴，然後死磕劇組。2025年斬獲6.89億票房的《射鵰英雄傳：俠之大者》，讓他拿下了國內影史武俠片票房冠軍。到了2026年，節奏更加緊湊。4月份在青島開機的懸疑劇《十日終煙》，斥資超2億連拍3季72集，甚至引來了國家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帶隊考察。7月29日殺青那天，他是全劇組最後一個收工的人。
連續熬夜拍到凌晨2、3點的疲態做不了假。而8月1日上線的莫德賢導演剪輯版裡，為了貼合角色，他硬生生消掉15斤體重，沉下心學方言，跟老匠人練鉗功。正午陽光的導演孔生看着都直呼再瘦就脫韁了。資本和名導的青睞，顯然比網絡上的口水更有說服力。然而，作品厚度的增加並未能阻斷批評的聲音，反而讓質疑變得更具戲劇性。面對肖戰的雙帝榮譽，汪海林迅速給出8字判詞：演技垃圾，但是能吹。到了4月份的金像獎頒獎季，《射鵰英雄傳》雖報送18項，卻空手而歸。汪海林借題發揮，公開質問香港金像獎：肖戰哪一點不如梁家輝？隔天又規勸粉絲不要再營銷哥哥的演技了。這種把新生代頂流直接架到舞風影帝面前進行對比的操作，被外界視作一種極致的荒誕反諷。輿論場的撕裂總是容易催生出失去理智的怪物。2026年5月，矛盾再次觸碰到底線。汪海林掛出了幾張私信截圖，內容已經超出了正常的粉絲爭論範疇。有人直白叫囂能不能不內涵肖戰，你和你的家人以後還出門不？更有甚者發出極其惡劣的詛咒，你爸媽出門就讓 C 壓死 XXXX 全都壓出來。哪怕疑似粉絲的網民迅速發聲，強調這純屬個人極端行為，與藝人無關。但汪海林依舊死死咬住追責邏輯，肖戰是個表演很差的演員，爛戲之王，縱容自己的粉絲作惡，明星是第一責任人。同時喊話平台方，這是肖戰的粉絲吧？肖戰當然不會管，新浪管不管？這場似乎永遠無法和解的爭鬥，底色究竟是什麼？據知情人剖析，這裡面糅雜了4種邏輯。最初確實是被網暴結下的私怨，核心則是他對流量亂象的天然排斥，中間夾雜着蹭熱度漲粉的現實收益，最後形成了一個詭異的閉環：他罵的人越多，似乎越能印證他所批判的現象依然猖獗。其實，汪海林的炮口從未只對準一個人，王一博、劉詩詩、白敬亭乃至姚安娜都曾是他的靶子。而楊冪的演技進步也能換來他的認可。他曾坦言：“我始終不覺得肖戰是我的敵人，流量模式才是我的敵人。”6年光陰，足夠讓一個劇組殺青無數次，也足夠檢驗一個流量偶像的生存韌性。一邊的評論區被豪華轎車的訂單塞滿，另一邊用一座座獎盃重塑金身。支持者堅信汪海林是戳破泡沫的孤勇者。反對者則認定他是靠吸血頂流維持熱度的投機客，但擺在台面上的事實無法抹殺，肖戰的榮譽簿越來越厚，而汪海林每一次引發全網狂歡，前綴裡似乎都少不了那2個字。這到底是一場吹哨人對亂象的孤傲討伐，還是流量密碼被反覆收割的一場鬧劇？